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震惊了全世界。不过，这场战争并非突然出现，早从2021年3月开始，俄罗斯在普京的带领下就开始不断在俄乌边境展开一系列演习，并逐步完成了入侵准备。可以说，俄乌战争的爆发，俄罗斯筹划了1年之久。今天，火力军带大家回顾战争爆发前俄罗斯的一系列动作，看清俄罗斯侵略邻国的全盘计划以及各阶段出现的征兆，从而给我们一点警示，好防范于未然。第一阶段，俄罗斯不断派遣小规模部队在乌克兰的北方、东方与南方进行演训。在北方，俄罗斯主要与白俄罗斯进行联合演习；在乌克兰东方的俄乌边界处，则进行各种部队演训。至于南方，俄罗斯用乌东地区持续发生的冲突为借口，向已经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一开始，俄罗斯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乌克兰与欧洲国家的警觉，但俄罗斯也是玩舆论的高手，通过媒体不断强调这只是例行训练，而且每一次演习结束后，俄军部队都按时返回了原驻地，并在网络上嘲讽乌克兰与欧洲国家是过度紧张。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等到乌克兰和欧洲的警惕性下降后，俄罗斯进入了第二阶段，开始兴建作战所需要的前进基地，其中包括永久性与暂时性的设施，如扩建机场、港口、整修道路、兴建营舍、设立燃油和弹药仓库等。但为了避人耳目，这些动作以各种理由进行掩饰，并都以小规模的方式错开时间进行。同时，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军方也开始积极搜集未来作战时需要的资料，如气候、道路的最新状况等。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俄罗斯再怎么隐藏，也无法隐瞒备战的意图。毕竟，头顶上的美国和欧洲卫星可不是吃素的，即便是一些民众拍下的照片或公开的招标资料等，都逐步将俄罗斯备战信息传了出来。不过，俄罗斯依旧通过网络打嘴炮。等到前2个阶段准备差不多后，俄罗斯就不再掩饰，开始进入第3阶段，即改变策略，正大光明的以各种理由宣布进行大规模实弹演习，光明正大的调兵集结部队。如在战前，俄罗斯就曾指控北约在波罗的海、北极进行有敌意的演习，或是称乌克兰正在集结部队，想要破坏乌东地区的和平等等。俄罗斯的这一系列操作，让俄军成功在2022年2月24日前，在乌克兰周边集结了超过10万大军，形成3面合围之势。最后的第4阶段，则是与第3阶段同步进行，且一直持续至今，即非传统作战，其中包括认知战、网络战与心理战等。如普京在下令入侵前就不断表示，愿意寻求外交解决，让欧美各国放松警戒。同时，让俄罗斯所控制的国营媒体开始更大范围播放俄罗斯撤军的画面，来影响舆论，指控美国的警告是恶意抹黑，也让乌克兰误判情势。此外，俄罗斯还利用网络骇客攻击乌克兰的银行、政府机关、重要基础设施，并切断各地通讯系统，让乌克兰内部乱起来，为夺取乌克兰做最后准备。以上就是俄罗斯战前准备的4个阶段，凡是大战必有征兆。而如今，俄罗斯一边高呼同意停火，一边又不断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不清楚的人以为是在斗特朗普，但就像之前视频说的，俄罗斯的目标不仅是乌克兰，未来几年内，俄军将向入侵北约的1个或多个国家。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布鲁诺·卡尔示警称，若俄乌战争提前平息，俄罗斯恐将在2030年以前就具备攻打北约国家的能力，甚至可能比2024年预估的2029至2030年更早构成威胁。卡尔称，如今德国、欧洲乃至北约成员国领土早已成为俄罗斯活动的场域，其行动已超越一般间谍活动范畴。他认为，俄罗斯是打算测试北约第5条例的可靠性，且已出现了相关讨论。因此，无论乌克兰战况如何演变，都必须为这种持续存在的威胁做好准备。另外，在他的分析中，俄罗斯正寻求重返1990年代的世界秩序，回到北约东扩前的旧边界，即当时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波罗的海3国以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尚未加入北约，俄罗斯是想在这些国家扩大其影响力。
而俄罗斯事实上也正在积极准备，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俄罗斯的军费大幅增加，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据立陶宛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200亿欧元 ，GDP 占比超过6%，与2021年入侵乌克兰之前相比，几乎翻了4倍，并且普京已经下令到2026年将军队的规模扩充至150万人。另外，在3月28日，普京还宣布，俄总参谋部批准了一项将俄罗斯海军步兵部队从旅重组为师的计划。同时，俄罗斯还计划将靠近北约的兵力、武器和装备增加30%至50%。面对这样的潜在威胁，欧洲也开始了积极备战。在欧盟本月发布的欧洲防务白皮书中，已明确将俄罗斯视为根本性的威胁，并规定了未来5年强化欧盟及乌克兰防卫能力的战略发展计划。欧盟执委会也同步提出战略防务计划和欧洲重整军备整备2030等项目细节。据悉，后者的目的在于提供财政杠杆，以增加欧盟国家对国防能力的投资，而上述这些措施旨在同时满足对乌克兰的短期紧急支持，以及强化欧洲长期防卫能力的双重需求。火力军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乌克兰，也不希望有，但世界各地并不平静。除了俄乌、中东外，如今演习最频繁的地区在太平洋。继刚结束的美韩自由护盾军演后，4月份登场的是美菲的肩并肩2025年度联合演习，此次情况很不一般。综合海军新闻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报道，在本次军演中，日本将首度以完全参与伙伴的身份参与，而美国陆战队也将在菲律宾首度部署滨海轮换部队。报道称，肩并肩2025演习将于今年4月21日至5月9日举行。在演习期间，美日菲3国舰艇将在吕宋岛外海超过12海里领海范围的国际水域进行一场多边海上演习。届时约有1.5万名来自美国、菲律宾、澳洲的官兵参演，演习内容包括吕宋北部与吕宋海峡的海岸防御、海域意识监测及防空演练等。位于台湾与吕宋之间的巴丹群岛将再次成为海上关键地形安全演练场域，西吕宋海岸则会成为测试新型防空雷达系统的场地。而美军部署的滨海轮换部队将由专精滨海作战的第3滨海团直接指挥，该滨海团目前驻扎在夏威夷。依照部队设计2030计划组建，强调打造轻量化、高机动、低训技的防区内部队，旨在使用灵活多变的跳岛战术应对区域威胁，从而提升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快速反应与岛屿作战能力，并深化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在肩并肩演习后，该滨海团还将参加夏季的海上战士合作演习。令外界瞩目的是，此次参演第3滨海团不知是否会携带海军或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进行测试。毕竟这款遥控无人载具可发射射程约185公里的海军打击飞弹。有消息称，目前第3滨海团正在积极寻求菲律宾政府同意批准部署此系统，且成功的概率很大，因为此部署正值美菲军事关系升温之际，美国已启用苏比克湾仓储设施来强化后勤支持，同时让 MQ-9A 无人机进驻菲国基地，提供情报监侦，可见双方合作的日益紧密。与此同时，据英国国防期刊报道，时隔4年，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准备再次出航访问印太，并将停泊至驻日美军重镇横须贺港。英国国防采购和工业大臣伊格尔表示，该航舰打击群已于近日展开了访问印太的行前准备，且将有2支 F-35B 战机中队随舰。据悉，这2支 F-35B 战机中队共计24架，分别隶属于皇家空军第617中队和皇家海军第809舰载航空中队，是英国军舰首次将满编的 F-35机队部署印太地区。而此次的远洋任务被命名为高位行动。在任务期间，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将途经地中海、中东、印度洋与西太平洋，并和澳、日、新西兰等重要盟友进行海上演训，以行动实践维护基于国际规则的海上秩序和印太航行自由。报道还进一步披露，威尔斯亲王号航母打击群除了舰载的 F-35B 战机外，届时还会有4-5型驱逐舰、2-3型巡防舰以及机敏级核动力攻击潜舰等舰船参与。日本方面正逐渐增加其国际影响力，其军事装备将远受欧洲。据国防新闻29报道，意大利现任空军参谋长葛瑞迪中将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为强化该国在地中海的海上侦巡能力，可能会引入日本的 P1 巡逻机。若这笔军售成真，那将打破意大利只采购美制军机的往例，并将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合作关系拔向一个新高度。目前，意大利空军现役的海上巡逻主力是以基于 ATR-72-600双涡桨引擎商业客机改装，2017年成军的4架 P-72A 巡逻机。据公开资料显示，该机搭载电子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磁性侦测仪等设备，能执行全天候作战，专门负责中低空海域情监侦任务。至于意大利考虑引入的 P1 反潜巡逻机，则是为日本川崎重工自主研发的产品，搭载4具日本 IHI 公司的 F710涡扇发动机，编制人数11人，时速可达833公里。其为日本替代 P3C 的后继机种。不过，该机自2013年投入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以来，尚未有向外国输出的军售记录。大家或许很好奇，为什么同为美国盟友，日本就能装备上百架反潜巡逻机，而其余美国盟友只能装备个位数？日本之所以能装备大量海上反潜巡逻机，主要是为了给美军提供情报支持，以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要知道，美国如今已向日本提供了多种武器弹药，包括 AGM-158C 战斧等巡航导弹，大幅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综合作战能力。此外，报道还分析认为，意大利空军希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意大利空军现有的军机如 KC-767 空中加油机、F-35AB 战机以及 MQ-9B 无人机，全是美系军机。为了打破这一现象，意大利同日本、英国结盟，推进 GCAP 第6代战机研发。又或是此前，意大利国防承包商里奥纳多曾向日本推销 M346 高教机，尝试争取替换日本空自 T4 教练机的订单。此举只让日本、意大利军事合作加深，从而在美国以外建立新的军事服务通道。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克兰国防部3月30日宣布成立太空政策部，作为其实现情报独立行动的一部分。乌克兰国防部表示，鉴于美国中断援助、切断情报，给乌克兰造成巨大损失，乌克兰开始考虑将依靠自身作为后备力量，而不是完全依赖他人。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发射多颗用于防御目的的卫星，并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空袭预警和空间控制系统。而成立的太空政策部将作为国内外开发人员、科学家、企业家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单一联系点。据曝光的乌克兰与 IFM 更新备忘录内容，乌克兰将进行一系列重大税务改革，内容涉及简化税制、提高个税税率，并放宽税务机关查账权限等多个内容。在简化税制里，改革将主要针对当前利用该制度逃税或隐瞒收入的中大型企业，并拟减少其在雇佣关系中的不当应用。按照计划，不迟于2027年初，乌克兰政府将实施以下措施：一、限制企业在转回一般纳税制度后再次使用简化制度；二、重新评估并调整纳税门槛；三、剔除部分经营活动类型，使其不再适合简化制度。提高个税税率里，乌克兰为实现税收和平，乌克兰政府计划引入渐进式个人所得税制度。这一改革意味着高收入者未来将承担更高比例的税负。最后的税务机关或将可直接查阅银行账户信息方面，备忘录提及乌克兰财政部与国家银行正联合探讨，是否允许税务机关在无需法院裁定的情况下，直接获取纳税人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入信息。这一提案若落实，将对银行隐私权与财务透明度之间的平衡产生重大影响。相应的，乌克兰必将同步加强税务数据的保密机制。据海军新闻报道，日本将首度以完全参与伙伴身份加入4月份登场的美菲肩并肩2025年度联合军演，并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与美国、菲律宾海军执行联合巡航任务。此举象征着日菲防务合作的深化。在近期预演中，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能代号于3月28日与美国海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香普号及菲律宾海军巡防舰萨黎号完成了联合巡逻。而即将开始的肩并肩2025，根据初步演习规划，北日菲3国舰艇进行一场多边海上演习，而且将首度在菲律宾群岛全境举行全面战斗测试模拟。届时预计约有15000至16000名来自菲律宾、澳洲、美国及日本的士兵参与。值得注意的是，日菲两国正在就签署相互准入协定进入最后阶段协商。
该协定的目的是为双方部队相互部署至对方领土进行更密集的训练提供法律框架，但日本能否在演习开始前批准该协定仍是未知数。不过，由于此次规划的联合巡航活动地点位于公海，并非在非国领海或领土内，因此相关分析认为，不论相互准入协定进程如何，都不影响演习的进行。日菲近年来的双边防务合作关系愈发加深，如日本除通过政府贷款协助菲律宾组建一支由17支巡逻舰组成的海岸防卫队舰队外，更将菲律宾列为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计划的最大受惠国。仅在2023年及2024年度，日本就承诺援助了价值约1400万美元的装备，其中包括提升海域意识所需的雷达、硬壳充气艇、防空雷达传感器等设备。根据美国星条旗旗报报道，美国海军计划花费多达3亿美元对基策普海军基地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其成为福特级航空母舰在太平洋的首个母港。而在上周，美国海军表示，福特级航母2号舰肯尼迪号航母即将在今年夏天入役，并在诺福克海军基地进行为期数年的海试，未来将部署在基策普海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福特级航母在自动化与计算机化方面的升级，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执行曾经由船员负责的任务。所以肯尼迪号抵达基策普海军基地之前，海军必须投入3亿美元，在该基地建立新的变电站，并重新规划升级电子系统，改善舰岸连接设施，同时对航母将要停泊的码头进行其他升级，预计将花费4年时间完成。目前，美国海军正在对福特号进驻基策普进行环境评估，包括对社区的可能影响，最终决定预计将在夏天做出。等到基地完成改造后，肯尼迪号航母将永久部署到基策普海军基地，预计将在2029年完成部署。在2029年完工后，美国海军将有2个能够停靠福特级航母的基地，一是西海岸的基策普基地，二是东海岸的诺福克基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造船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可能会让海军战略落空。根据目前美国海军的规划，未来30年海军计划将作战舰队规模从目前的296艘增加到381艘，包括潜艇、航母以及驱逐舰等。然而，根据最新政府检查报告与国会听证会证词显示，美国造船业正在陷入困境，若不进行全面改革，恐怕难以达成目标。美国海军研究开发与采购部代理助理部长塞德尔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我们需要按时按预算交付更多军舰，但这2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海军造舰成本不断增加，许多工期延误1至3年。而根据美国国会稽查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内，美国造船业进展不佳，海军造船费用几乎翻倍，但计划中的舰队规模仍未达成。国会稽查处自2015年以来向海军提出90项改善建议，但期间仅有30项获得部分或完全落实。根据媒体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提名人韦因克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应继续进行改善，并展开强化导弹防御能力的计划，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关岛地缘战略价值，并持续升级支援设施，扩增弹药、燃料储备以及后勤支援能力，以此来提升美军作战能力。根据媒体报道，土耳其研发的 TB3 无人机在本周进行了导弹试射的实验。报道显示，在试射当天 ，TB3 无人机从穆拉省达拉曼起飞，搭载 IHA-122 超音速导弹，在首次试射中成功击中50公里外的海上目标。而在此次协同作战中，还有一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在空中提供激光目标指示，随后 TB3 成功发射超音速导弹，摧毁指定目标。这次成功试射凸显了2架空中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激光指示和目标打击协同作业方面的能力。据了解 ，TB3 型无人机在2023年首次公开，属于 TB2 无人机的后续型号，专为土耳其海军设计，最大起飞重量 1.45 吨，有效载荷280公斤，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300公里，最大航程200公里。在 TB3 无人机的可折叠机翼下，拥有6个挂载点，能够挂载多种精确制导弹药，包括反坦克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火箭弹等。除了打击能力以外 ，TB3 无人机还可用于收集情报、监视目标以及持续侦察等任务。拥有超视距通信能力 ，TB3 还具备短距起降能力，是航母、直升机航母以及具备通直甲板2栖攻击舰的理想选择。这项能力也能够让其部署到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小型地面机场，为土耳其陆军在作战中提供一定的支援能力。如今成功试射超音速导弹，将进一步提升 TB3 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警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